美丽学姐把学弟叫到了无人的教室，先是要求学弟闭上了眼。学弟睁眼一看，就见到了衣衫不整的迷人学姐。这种场面已经够惊讶的了，脖子上还带着项圈不说，竟直言要做学弟的宠物。学弟当场就懵了，原来学姐是这样的抖 M 啊！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情书。慧慧像往常一样从美梦中醒来，梦里她被一群美少女围绕，醒来却只看到妹妹在床上爬。瑞叶这个痴情的妹妹希望哥哥也痴情于她，但慧慧对她视而不见，她的心思全在如何能找到女朋友。那天课堂上，她突然收到了消息，是沙雪学姐让她放学后去书法教室。慧慧心跳加速地赶到那里，只见书法教室里一片混乱。原来学姐叫她来仅仅除了打扫卫生，这活儿她妹妹最喜欢了。于是慧慧立刻叫来妹妹帮忙，连同另外2个部员维花和真绪，大家齐心协力把活动室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之后慧慧让美少女们先去洗澡，自己留下来做最后的整理。但当她回来时，桌上多出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慧慧的名字。拆开信，只见里面写着喜欢你3个字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情书呢？慧慧感到血脉喷张，仿佛春天真的来临了。这时她注意到旁边还有另一样东西，一看之下更是震惊，竟然是一条女生的内裤，这必然隐藏着某种深意。慧慧一手抓着内裤，一手抓着情书，就跑去找铁哥们求助。铁哥们帮她一块琢磨，情书是在活动室找到的，留下情书的是神秘人，肯定参与了打扫。会是胸大无脑的美学姐沙雪吗？还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学妹维花？或者是关系挺好的同班同学真绪？难道是经常操心的妹妹瑞叶？但铁哥们很快就把瑞叶排除了，现在只剩下3个嫌疑人。慧慧决定先回活动室找找线索，结果没有想到正好碰见沙雪学姐，但她看着似乎啥事也没有。接着慧慧在图书馆碰上了维花，维花害羞地问了慧慧一个问题：学长喜不喜欢大胸脯啊？话中满满的都是吃醋巨乳学姐沙雪的意味，边说边捉弄了慧慧一番，然后告诉她女孩子不会对不中意的人捉弄。明显小学妹已经表白了，慧慧还傻乎乎的没有反应，跟铁哥们汇报说学姐学妹都正常。俩人边打篮球边闲聊，铁哥们那潇洒的动作立刻吸引了一堆女生的尖叫。这时慧慧发现旁边围观的还有同班的真绪，本能的以为他也在看帅气的小马，谁知不小心被篮球给砸脸了。醒来时在保健室里看见真绪在那守着，真绪问他怎么老发呆，还想摸摸他的额头，又问他是不是对哪个妹子动心了。慧慧就顺势问真绪，如果他有喜欢的人，他会不会支持他？真绪笑着有点勉强，说他肯定不会支持，感情似乎忍不住就跑开了。这一事儿让慧慧猜疑起来，她会不会就是那个灰姑娘呀？回家的途中碰上了跟小狗玩的沙雪学姐，没一会儿狗主人就过来了，感激沙雪帮忙照看小狗，然后就温柔地抚摸着小狗的头。沙雪忍不住说她也想被人疼爱，一边说着就把头靠向慧慧，像是想让她也摸摸，就像昨天她妹妹被摸那样。慧慧就轻轻地抚摸了她几下，紧接着学姐就亲了她一下，说这是感谢她的小礼物。沙雪这么直接了，慧慧还是懵得一塌糊涂。到家后就问妹妹，昨天活动室最后是谁走的？妹妹说是沙雪学姐。沙雪的嫌疑又加重了。慧慧其实挺想直接去问学姐的，最好是让她当场试穿内裤和情书，还想趁机对学姐做点什么。当然啦，这都是她的幻想，真实的沙雪还在她后面。学姐找她出去吃甜品，结果她被算了一笔账，但沙雪也感谢她加入了书法部，要不是她，书法部早就没了。慧慧说她真的很崇拜学姐，能跟学姐一起学书法真是太好了。然后突然问沙雪，她对她有没有特别的意思？完全没料到学姐听后就跑了。难道沙雪真的就是那灰姑娘？那一天慧慧想找沙雪搞清楚，可她就是躲着她，没办法只好去找真绪求助了。真绪教她一个绝招，就是电视剧里的那壁咚。放学慧慧没犹豫，直接追上学姐壁咚，然后就跟沙雪说她知道她的小秘密。沙雪追问她啥时候发现的，还问知道了会不会讨厌她。两人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，可慧慧还没有意识到，还傻乎乎地说知道了反而高兴。
学姐让她第2天放学后去活动室，慧慧那个心呐，整整悬了1天，总算盼到放学了。一幕幕就像重播，沙雪羞答答的内八字，还有那一身辣得不行的装扮，直接让慧慧手足无措。沙雪还说要做她的宠物，慧慧吓得往后退。学姐在那放飞自我，反正她觉得自己喜欢被顶的秘密都泄露了。她梦想成为慧慧的宠物被骂，还递了一个项圈给慧慧，结果慧慧这个胆小鬼居然拒绝了。从活动室出来的时候碰上了老师，老师提醒她，上次他们打扫完后没锁门，还叮嘱下次别忘了。慧慧瞬间心一沉，因为这意味着在她看见情书的时候，灰姑娘可能还在教室里。她敢肯定自己锁门了，只可能是灰姑娘藏在柜子里，等她走后才出来。这下之前水走的顺序都靠不住了，除了沙雪学姐，其他人的可能性也上来了。慧慧跟小马分析出了这么个结论，接着就问她的死党是不是有过想把女孩当宠物的念头。小马差点以为慧慧激活了啥厉害的叉 P， 慧慧立刻澄清说不是那个意思。感谢完甄旭后，她又回到了教室。那时候风一吹，甄旭的裙子就飞起来了。他误会慧慧在偷瞄，二话不说就上去拧她。下课之后，慧慧和维花在图书馆里打工，看着维花手忙脚乱的还书，慧慧心想维花还是那么的讨人喜欢。紧接着学姐就在她耳边说了些坏话，说完不仅如此，还对着她的耳朵吹气。慧慧觉得沙雪这样真是过分，沙雪听了倒是乐了，觉得自己这样坏坏的肯定是要被调教啊，大声说出来吧，尽情的惩罚我吧，越厉害越好。他们俩正逗着玩呢，维花突然回来了，看到沙雪和慧慧那么亲密，她不高兴了，两人立刻就开始争执起来。沙雪还在那夸耀说她和慧慧约会过，维花一听这个气得跑掉了。沙雪就坏笑着找借口说要借书，带着慧慧走到书架边上，明明知道维花在那儿，还故意说些暧昧的话，说慧慧对自己霸王硬上弓。慧慧急忙解释说只是玩笑，尽管只是玩笑，维花还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即使约会又来了个壁咚，维花那个醋劲儿可不是盖的，就开始对慧慧碎碎念。看她那副气呼呼的模样，慧慧当然得哄一哄，就答应了周末也要带她出去玩。发现学妹对自己的感觉似乎有点不一般，慧慧就纠结了，是不是这个妹子才是自己的命中注定。她在床上拿着那个胖子发呆，突然妹妹闯进来，吓得慧慧从床上滚落下来，然后就告诉妹妹自己要和维花约会。妹妹一听知道哥哥还没谈过恋爱，就开始传授经验，一定要比女孩子早到约会地点哦。看到维花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慧慧一开口就夸上了天。果不其然，维花乐开花了，约会也就开心得很。他们看了电影又吃了饭，下午还一块去逛街。慧慧走路都特别配合维花的步调，真是搞不懂这么贴心的男主咋还单身呢。可是维花中途上了厕所就没有回来，慧慧担心的不行，去找人，结果维花被几个男的纠缠上了，慧慧二话不说就把他拉走了，心里还自责约会搞砸了。维花倒是很温柔的抚了抚慧慧的头，还贴上来亲了一下，当做是对刚才的感谢吧。后来俩人一起坐公交车回家了，维花累坏了，靠在慧慧肩上就呼呼大睡。慧慧看着他睡得这么香，就忍不住回想起他们俩怎么成了朋友。维花是混血儿，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不一样，让他被孤立。慧慧就跑去不停的搭讪，终于和他聊上了。维花对他也越来越友好，但这次约会慧慧啥线索也没捞着，感觉维花挺正常的，不像是会留下那啥的人。第二天一到学校就被维花叫到了图书馆的藏书区，慧慧立马就跟他的死党分享了。小马觉得这肯定是要表白，或者是他留信的内幕，他不管是啥，慧慧打算好好回应人家。放学就按时去了藏书区，维花利用藏书区的布局，一句话跳一个地方，就对慧慧夸夸其谈，说希望她只在意他，直接来了句做我的奴隶吧前辈。慧慧又懵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啥，毕竟前2天学姐说的话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但维花已经认定慧慧默许了，作为主人，他说要奖励奴隶，如果慧慧同意，就给她最珍贵的东西。边说边把裙子掀起来，然后就把胖子给脱了。这时候的慧慧被这变态学妹吓得要命，想跑，结果下一秒就在地上一滑摔倒了。
他这不听话的举动让逗 S 学妹火大，直接压在他身上，把胖子塞到他嘴里。学长被吓成这样，维花激动的直哆嗦。可怜的慧慧竟然被胖子给闷晕了，意识模糊前还在想，我才不要带着胖子去见黑白无常。这事儿过后，慧慧心里那阴影大得不得了，一想到学校的那俩变态，就想请病假在家躺尸。还好有个正常的同学甄旭，慧慧跟甄旭打了个招呼，就想换鞋，下一秒从柜子里抽出了一条内衣，吓得赶紧合上柜门。旁边的甄旭也被吓了一大跳，一看这尺寸就是变态学妹的风格。放学，慧慧拿着内衣直奔维花质问去了。维花一脸无辜，说是觉得慧慧不待见胖子才换成内衣的，这学妹也太贴心了吧。但慧慧突然意识到，维花把内衣给她，那她现在不就空着啦？一看变态学妹羞得不行，忙着直欧派不给慧慧看。为了提升学长好感，维花还拿出自己换的绘本给慧慧讲故事。故事是个病娇公主把王子囚禁的黑暗童话，结局是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。维花问慧慧感想如何，慧慧能有啥感想，她就只想现在就逃。接着就看到维花露出那恐怖的笑，她才不会因为慧慧反抗而放弃，她要好好当饲主，直到慧慧心甘情愿做奴隶。想到绘本里王子的下场，慧慧吓得赶紧起身撒腿就跑。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变态了，得赶紧回家去和那个温柔又可爱的妹妹撒个娇。结果一开鞋柜，里面又冒出来点不正经的东西，这一回是她和学姐亲密的照片。沙雪逼她非得去活动教室不可，不去的话就把照片连名带姓的发出去。为了自己的清白和名声，慧慧只能赶紧往活动教室走。沙雪学姐已经换好了那种大胆的女仆装在那等着，慧慧一瞥就赶紧转过身。谁知道学姐就特别中意她这副不搭理人的样子，而且在慧慧到之前，她自己把手给绑上了，现在想换衣服都没辙了。慧慧直接问她钥匙放哪儿了，这种事儿帮个忙还是可以的。没料到变态学姐突然露出了害羞的笑，原来她刚才嘴里叼着钥匙想放桌上时，不留神就松嘴了，钥匙就那么掉沟里去了。慧慧也是想拿钥匙就得亲自动手，这小子居然不干，转身要去找别的女同学来。沙雪开始装模作样，说她现在特别想上厕所，快憋不住了。为了不让学姐出洋相，慧慧只好伸手去那不该去的地方。刚伸手进去，沙雪就发出了点别扭的声音。好不容易把手松开，沙雪也删了照片，也如她所愿，然后贴到慧慧身上开始画地盘，当成自己的宠物了。不见主人就心慌，她觉得慧慧对她太不上心了，就开始跟慧慧讨价还价，撩拨起来。如果她肯做她的主人，她就愿意全心全意的听她差遣，啥都愿意干。这条件听着真是挺动人的。慧慧脑子里的恶魔和天使一下子打起来了，连天使都对那双大眼睛屈服了。不过慧慧还是大叫一声，说没爱的事儿绝对不干，说完撒腿就跑了。这时候的甄旭在桥上欣赏风景，突然感觉背后飞过来个什么东西，连裙子都给掀起来了。这种事儿得找兄弟商量商量。想想自己既要当家长又得当孩子，慧慧忍不住叹了口气。跟小马说的那俩人估计都不是灰姑娘，这么一来就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，那就是甄旭。小马其实早就注意到了，甄旭有时会偷偷看慧慧，脸还红红的，那样子明明就是喜欢的小姑娘嘛。话音刚落，甄旭真的看了过来，但结果是瞪了慧慧一大眼，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这情况怎么看也不像小马说的那样，慧慧只好接着烦心学姐和学妹的破事儿。突然学姐又发来信息，让她放学后到活动室去一趟，不去的话估计又得有啥天大的麻烦。慧慧只好硬着头皮去赴约了。谁知道在走廊上，维花突然捂住她的眼睛，还说她现在一丝不挂，让慧慧千万别睁眼。慧慧竟然就这么信以为真，闭着眼睛跟维花走进了空教室。等被绑在椅子上的时候，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之后，走廊上哪来的裸女啊？维花问慧慧是不是又去找沙雪了，听着就醋劲上来了，决定得教训教训这不听话的奴隶。边说边脱下她的长筒袜，把脚伸到慧慧面前，让她亲自己的脚趾，还得发誓身体和心都得是她的，不然她就威胁要夺走她的初吻。
慧慧一脸痛苦，只好闭眼接受了初吻的命运。关键时刻，学姐沙雪突然冲进来了，俩情敌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争着要慧慧。慧慧夹在中间，真是左右为难。这时候甄旭也加入战场，不管3721就把慧慧拉走了，连人带椅子都被他拉到外头去了。维花想追，不料被绳子一绊，还一头撞倒了沙雪，俩人就这么错失了追赶的时机。外头的慧慧已经被甄旭救出来了，他实在是忍不了，沙雪一叫慧慧就飞奔过去。维花一不高兴就忙着约会，那他算老几呢？明明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慧慧还傻乎乎地问他为啥生气。甄旭转身就朝他大吼，我最讨厌你跟别人好啦。这事儿一过，慧慧和甄旭之间的气氛就尴尬了。早晨在鞋柜碰头，也就随便打个招呼，维花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劝慧慧还是快和甄旭和好，要不因为他弄得学长学姐不开心，他会很过意不去的。慧慧想不到维花竟这么体贴，谁知道他是把他当宠物在照顾，得懂得怎么软硬兼施，甜头和惩罚得拿捏得当。等到放学时分，慧慧就被沙雪叫到书法教室去了。沙雪觉得自己昨儿有点过了，所以他先开口向慧慧道歉了。跟他承诺以后，俩人就偷偷摸摸的在没人的时候勾搭。这俩怪胎一直把甄旭当成慧慧的铁哥们儿，要是他们知道甄旭其实是情敌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学姐和学妹都劝着慧慧快和甄旭和好，慧慧听话的去找甄旭了，跟他说有事直说，毕竟他们是好基友嘛。甄旭还真找他有事儿，他让慧慧叫上小马，三人一块儿去游戏厅玩耍，还偏让慧慧和小马配对玩。两兄弟手拿着枪就开打，游戏里一通狂轰滥炸。玩完，慧慧突然有点晕，身子一软往后栽，小马赶紧过去接，一手扶着慧慧的腰，另一手就撑在门上，场面一下就壁咚上了，气氛顿时火辣辣的。旁边的甄旭竟然还拍照留念呢，小马倒是游刃有余，还故意摆 pose 逗甄旭，问他是不是嫉妒了。甄旭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三个人玩得不亦乐乎。小马骑车先走了，慧慧和甄旭接着往家走。走着走着天就下雨了，甄旭的衣服湿透了，身材隐约可见。慧慧瞄了一眼，他立刻警惕起来，像躲怪叔叔一样。这种奇妙的气氛下，俩人又提起昨天的事，想到慧慧的那两个美少女，甄旭气得不轻。慧慧倒是没和他斤斤计较，还悠闲地给他买了热可可喝。回家路上，慧慧发现甄旭在偷瞄小马的照，他心里一慌，以为甄旭在意的是他的铁哥们，只是甄旭一听这话立马否认，但又不好意思说他真正中意的人是谁，只能抱着玩具熊跑得飞快。他开始猜甄旭会不会喜欢自己呀。第二天上课时，他心神不宁的想找机会跟甄旭聊聊，却发现人家躲着他，连沙雪跟维花都感觉出他的心思不在点子上。等他回到家，一看到妹妹手里的漫画就精神了，发现是部萝莉控的作品，是瑞叶在沙发底下翻出来的。慧慧赶紧辩解说是哥们儿忘的，妹妹当然信他没事儿，还难得疼爱的给他吸枕，问他最近是不是有啥事儿。慧慧就把甄旭的事儿说了，他感觉甄旭心里有事儿瞒着他，但他觉得那时候不该追问，结果不小心伤了好朋友的心。妹妹听后知道哥哥想和甄旭和好，就鼓励他跟着感觉走，不管怎样都会支持他的。妹妹的笑容特别温暖。慧慧放学就去找一直在躲着他的甄旭，甄旭坦白这几天他也很难受，这都是慧慧闹的。慧慧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赶紧向甄旭道歉了。他说为了甄旭的原谅，他啥都愿意做。甄旭听后精神都来了，他走到慧慧跟前问他是不是真愿意什么都做。慧慧已经被甄旭的脸迷住了，下秒就听见他说一起交往吧。慧慧这才确定了，他心目中的灰姑娘肯定是眼前这位少女。正要回答，他又来了一句和小马交往吧。慧慧当场呆住了，他以为自己肯定听错了吧。甄旭又重复了一遍，希望他跟小马能成一对。说完还从包里掏出他俩的同人本。这姑娘居然喜欢看男生和男生之间的那种故事啊。慧慧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家的好哥们是个不露声色的腐女啊，难怪他之前总是看着他和兄弟嘻嘻笑，甚至还拿他们俩当成画本子的素材呢。那次撞见他看小马的照片，也只是因为他在检查资料而已，可能是因为小马的脸蛋更顺眼些，还特意拿出了画画的草稿给他看。
慧慧哪受得了这一幕，知道自己和兄弟的故事竟然还有人追捧，甄旭想画续集，才希望他俩快点成真的。慧慧哪能为了画画就放弃自己的原则呢？甄旭一听他不愿意，立马脸色一变，说如果你不答应，那你以后谈恋爱我就来捣乱，你可得做好准备，我会拼了命的去阻止你的。这下子慧慧不得不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，然后落荒而逃。他没有注意到甄旭那失落的眼神，其实他是真的挺喜欢慧慧的，只是不敢说出心里的话罢了。本来定的3个嫌疑人都有毛病，现在的慧慧更糊涂了。那封信到底是谁写的？他刚一打开鞋柜，里面又是一张意外的照片，看来又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慧慧真的是受够了这些意外，她只想正常的恋爱一回，怎么身边全是怪人呢？无奈之下，只能往顶楼的废教室去见面，而进门的是个不认识的小萝莉。小萝莉说，只要他答应她的条件，那张照片就能消失。慧慧转过身去问他想怎样，仔细一瞧，这小萝莉还真是挺招人喜欢的。再看她那害羞的样子，难不成我就是他心里的白马王子？立马激动地走上前，一把抓住小萝莉的手就想求婚。结果对上小萝莉一脸的疑惑，她问，我凭啥嫁给你呀？慧慧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搞错了，急忙连退好几步，不小心开了个闪光，一看墙上贴的全是他兄弟小马的照片。我去，又是个吃钱的跟踪狂啊！不过这次倒霉的是他的好哥们儿。小萝莉自我介绍叫小春，别看她长得娇小，其实是慧慧他们学校高年级的学姐，所以说她并不是真萝莉，不在小马萝莉控的挑选范围内。慧慧还是跟她保证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她牵线。另一边书法社的活动室已经变成了疯子的天堂，维花想多和慧慧待会儿，就缠着沙雪要进书法社。沙雪开的条件是让她穿上兔女郎装1天，这一下子慧慧乐坏了，嘴上虽然说不待见维花，手上却没停过，拍个不停。沙雪跟维花一到一起就是火药味儿，多亏了慧慧这个和事佬，他又把目光转向甄旭，问他这是怎么了。没曾想甄旭也加入了书法社，还大方的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社长沙雪欣赏。沙雪对内容和画技超级佩服，彻底成了甄旭的超级粉。维花听说了也跃跃欲试，沙雪不听慧慧阻拦，直接把同人本递给了他。维花看完直接大呼，我操，快拿走，拿走这玩意儿！眼睛就是控制不住，想睁开继续往下看，终于还是没忍住，连看学姐的眼神都变了，刚想往沙雪怀里扑，就被一下子弹开了，书法部就变成了变态的大本营。可怜的慧慧被3个变态美少女左右为难，答应了小春帮忙撮合她和小马。慧慧开始深沉的思考，该怎么才能让基友改变喜好呢？巧遇出门买东西的妹妹，俩人边吃冰淇淋边回家。走路上，瑞叶在感慨，明天开始得穿夏装了，毕竟夏天到了嘛。一到家就换上了新制服，学校女生的夏装缎带颜色每个年级都不一样。想到这个，慧慧灵光一闪，让小春穿上连帽衫，把缎带藏起来，装作1年级新生叫小马学长。靠萝莉外表，果不其然，小马上当了。慧慧还帮他们俩拍合照，顺道建议交换联系方式。小春觉得已经挺满意了，但慧慧自己心里还乱糟糟的，她现在还没有搞清楚那留情书的灰姑娘是谁，于是就把这事儿的前前后后跟小春说了，希望她能用变态跟踪狂的直觉帮忙分析分析。小春给了她点子，觉得那灰姑娘可能是外人趁着大家扫除时偷偷溜进来的。这么一想，学校的女生都有嫌疑了，当然不用查得那么广，就查查那天谁去了活动室，最好能找到目击者。慧慧突然记起是老师叫她记得锁门的，或许老师看见了什么。她边想边往楼上走，正好碰上从楼上下来的副会长，然后副会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，慧慧赶紧冲过去接住了，自己当垫子给副会长挡了一下。这一下让副会长心动了，就趴在慧慧身上不愿意起来。和副会长藤本分开后，慧慧去问老师那天的事，老师说看见的人是藤本，藤本从那次之后开始黏着慧慧，还经常用饼干喂她。慧慧说要上课了，他就紧紧抱住不放，说是要充电。慧慧被这招萌到了，觉得她可能就是灰姑娘，立马跟踪狂小春说了。小春调查后觉得她看起来没有什么破绽，但学生会的人常来活动楼，那天她要是真来了也不奇怪，
除了那些，小春还偷拍到了藤本的萌点，他通常脸上没啥表情，偶尔露出的笑，还有不经意的糗态，特别萌。看了这些照片，灰灰想要亲自去找他谈谈。回到活动室时，发现维花一个人在，沙雪和真绪都出去了，灰灰就直接走向维花，结果被提前设好的丝线绊倒了。紧接着，维花就坐在他身上开始抱怨，说他梦见灰灰学长对自己怎么样了，弄得他都出不了架了。这明显是碰瓷儿啊，所以他也要像梦里那样整整灰灰。边说边在灰灰身上摸来摸去，灰灰一不小心触碰到了哪儿，维花尖叫一声，羞红着脸跑了。不一会儿，藤本作为学生会的人来检查，他还特别看了那个柜子一眼，那柜子就是灰灰和小马曾经猜的灰姑娘藏身处。难道藤本就是那个灰姑娘？检查完，藤本邀请灰灰下周去捡垃圾。他们的谈话被回来的沙雪听到了，到了那天，沙雪非得跟着来，说是不跟来，他家主人就会被别的猫抢走。结果藤本在沙雪的冷嘲热讽下，他一点也不让步，反而故意抱紧了灰灰的胳膊。灰灰说那样也没用，灰灰喜欢大的。藤本说虽然他比不上大，但形状上他很有信心，还让灰灰实际感受一下。灰灰亲密的动作惹恼了沙雪，直接在捡垃圾工作中就把他拖到桥下，开局就把灰灰按到地上，疯狂舔起来，跟谁家小狗似的。灰灰为了守住清白，开始拼命想办法，想起爷爷的老招，狗狗压你的时候，轻拍它屁股就行。灰灰二话不说就开始实施，手上功夫把学姐弄得喘不停，双腿发软，坐地上起不来了。哪知道学姐就爱这套粗暴游戏，灰灰不小心拍到她爽点了。垃圾快捡完时，藤本摔进河里，浑身都湿透了。灰灰绅士风度送上外套，脏兮兮的就这么回了家。好在家里有全能小妹妹，第二天藤本把外套洗净还给了灰灰，还请她去学生会室坐坐，还准备了轻音乐，亲手做的苹果派端上来，加上一杯菊花茶。吃喝完，灰灰就睡着了，睡前还感叹这才是梦幻生活，幸好有藤本这样正常的妹子。醒来却发现他以为正常的妹子在解他裤子。藤本看他醒了还失望，只好说他有特别的喜好，就爱男生身上的味道。灰灰的味道正好是他特别中意的那种。为了缓解他的癖好，藤本还让灰灰给他拿运动完的内裤，他就喜欢闻灰灰运动后的那个味儿。上次书法教室柜子里头放的就是各种汗味浓重的衣服和毛巾。灰灰听完差点崩溃，心想我这周围怎么一个正常人都没有。另一边，小马和小春的关系倒是发展的挺顺的，只是小马还不知道小春其实是自己的学姐。灰灰为了撮合小春和好兄弟，还特意策划了一场双人约会，确定带的是沙雪学姐，因为沙雪想做她的宠物，聊起来肯定乖乖听话，不会像其他几个变态那样反复无常。联合约会让小马和小春的感情更进一步，两人现在都能直呼对方名字了。但小春越来越受不了这样偷偷摸摸，最后他决定拿出勇气告诉小马他的真实身份，还有这些年深藏的感情。他选在俩人初次相遇的那条路上，那天风把他的帽子吹到了树上，是小马把他拿下来的。从那以后，小春就喜欢上了小马。说完，他拉开拉链，露出内衣的蓝色缎带，蓝色代表3年级学生。没想到小马竟然直接拒绝了，因为他只喜欢萝莉，不能接受比自己大的女生。小春什么也没说，就伤心离开了。小马自己心里其实也挺难受的。灰灰跑公园去安慰小马，跟他聊了自己当小春红娘的经历，还说小春每次见小马得先来个心理建设，紧张的不行，藏着那份心意，小心翼翼地跟着小马，到头来只能靠偷拍的照片安慰自己。小春鼓了那么大的勇气想表白，结果因为小马的萝莉情节没戏，这事儿真是太扯了。小马其实心里很清楚，那天他也对那个女孩心动了，后来还埋伏在那儿等他。看着小春哭的那一刻，他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灰灰和小马聊完，找到了小春，小春手里还拿着小马当时帮他捡回的帽子，手机里那一张唯一的合照，他就是按不下删除键。灰灰就陪小春一起开始吐槽小马的离谱行为，终于让小春的心情好转了一点。没想到吐槽时，小马突然出现，小春一下子又慌了，害怕小马知道了会讨厌他。小马来是为了道歉的，他也觉得自己那理由太荒唐，但还是过不了自己那道坎儿。
只能提议还是先做朋友吧。俩人就握手言和了。说完，小马觉得房间暗，他起身去开了个灯，下一秒他的照片就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眼前。小马目瞪口呆，不由得感叹，他或许真的接受不了年上的恋情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灰灰还是没有弄清那灰姑娘是谁，天天着那条胖子姐妹儿。正想去洗手间呢，门一拉就看到妹妹换衣服，这小子愣是一句话不说，愣看着，还得妹妹提醒他才急忙关门。出来，瑞叶还逗他，问那绿胖子啥感觉。灰灰对这逗闷子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瑞叶感觉到哥哥心事重重，劝他说出来听听，别拘谨，家里人嘛。这时候沙雪突然来访，一进门就先四处查房间，然后拿出小狗装换上，认真的跟灰灰道歉。那次捡垃圾的事做过头了，他觉得自己错了，灰灰难道就没错？他推搡主人，却因为主人爱的不够，狗狗感受不到爱就会焦虑。情况这样，灰灰也就软了，问学姐怎么补救。学姐二话不说，让他像对待狗狗似的对他，不然就把甄旭画的 BL 本子给他妹妹看。狗狗最爱摸肚子，学姐解开衣服露出肚子，示意灰灰随意，灰灰也只能随他。想都没想到，刚被学姐拉过去，妹妹就进门了。看到这剧情，立刻欣喜的关门回去。灰灰急忙给瑞叶解释，只是摸摸肚子而已。等等，摸肚子这事儿也太离谱了吧。总算把沙雪打发走了，接着维花又杀到了，也是拿那本 BL 本子逼着灰灰，非得让她换上兔女郎装，还乐呵呵的拍照留念。灰灰乖巧听话，让维花这主人乐开了花，决定给她点奖励。边说边开始脱胖子，还直接压到灰灰身上。妹妹听见动静又冲进来了，这一回看到的画面更加劲爆，吓一跳，哥哥居然是女装高手。灰灰连衣服都没换，就去找瑞叶解释，说是维花自己脱的胖子。瑞叶觉得哪有那么疯狂的女生啊，作为妹妹，她是会接受哥哥的一切的。维花刚送走，甄旭的电话也追着来了，他在画本子，想让灰灰帮忙录个娇喘声给他参考。灰灰当然是果断拒绝，俩人就这么扯着蛋。甄旭突然问灰灰有没有谈过女朋友，灰灰有点失落的说没有，谁知道对方突然来了一句，要不试试和我交往。还没等他回应，甄旭就说他开玩笑的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不知道的是，他的那句话让灰灰心跳加速，感觉再加把劲儿或许能追到手。灰灰挂掉电话，刚洗完澡的妹妹就跑来撒娇，让哥哥帮忙吹头发。灰灰洗完澡回房，照例要掀床垫，想找胖子把玩一下，结果胖子竟然不翼而飞，只留下一封情书。灰灰第二天就把这事儿跟小马还有小春说了。昨天来他房间的就那俩人，维花和沙雪，那肯定是他们俩中的一个了。灰灰一直认为他们只是逗他玩的，难道他们真的对他有意思啊？现在连那胖子都没了，作证的东西都没有，想找人就难上加难了。小春建议他换个角度想问题，要是那灰姑娘把胖子带走了，那就是说她本来不想放情书里的，可能是不小心掉那儿的。现在要找出谁拿了那胖子，灰灰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。他先去找沙雪学姐，约她周末一起去游乐园，保证当天会成为她的饲主，让她愿望成真。两人到了游乐园，灰灰开始使唤沙雪，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子，就等找个好时机，让沙雪给他看看是不是那条胖子。根据学姐那变态的程度，可能穿那胖子来见他。看他那害羞的样子，灰灰觉得这一事儿很可能。两人先去坐过山车，过山车上怎么也掀不起裙子，灰灰白激动一场。然后又去坐跳楼机，但因为是一块坐的，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之后几乎把游乐园的玩意儿都玩了个遍，灰灰就是没有找到机会瞄一眼。最后让沙雪选他想玩的，沙雪二话不说选了摩天轮。在这封闭的空间里，灰灰觉得这回能如愿以偿。谁知道他正要起身下命令，沙雪突然给自己戴上项圈，把链子一头递给灰灰，下一秒就直接贴上来了。灰灰那反应大的差点让摩天轮散架。摩天轮下来，天都快黑了。两人又去看沙雪的书法展了。灰灰忍不住问他为啥选他做主人。最开始是因为灰灰愿意救书法社，后来越来越觉得灰灰有吸引力，这么体贴的小学弟肯定会接受他那些小癖好。灰灰发现学姐也有温柔的一面，
觉得今天这一趟还挺值的。回家路上他们手拉手，一阵风一吹，沙雪赶紧压裙子，这一动作真跟他平时大胆的样不一样。慧慧又开始怀疑了。两人恰好走到楼梯那，慧慧站在下头对沙雪下了个命令，严肃的让她把裙子掀起来。沙雪没辙，只能顺着她的命令，慢慢的把裙子拉起来。慧慧一看直接懵了，回到家脑海里还是那个画面直播，突然问妹妹会不会空档开车，都把睡意干懵了。这事儿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干的吧？慧慧又确定了学姐绝对是个小变态。不过到底沙雪是不是灰姑娘，她还是没法断定。第二天，慧慧在鞋柜那碰到了学姐，学姐也说昨天有点不好意思，这虽然挺过瘾的，以后和慧慧出去会注意点的。然后扔下了一句听不懂的话，赶紧走了。看着她像是打算放学后给慧慧个惊喜。在各个变态的骚扰下，慧慧现在已经无所谓了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她也就随他们去了。放学还是老样子，去了书法教室。维花敏感地感觉出了什么，慧慧跟沙雪学姐之间有点不对劲儿，肯定是搞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维花就直接冲去问沙雪，那种尴尬的事儿沙雪肯定不会说，维花就找借口要慧慧帮忙复习。两人亲亲热热的样子马上就把沙雪惹毛了，他使劲的忍着，不知不觉作品全都写的是忍耐。维花看状况坏笑着凑了过来，就想看沙雪能忍多久。看沙雪还在忍呢，就不客气的在慧慧脸上亲了一口。慧慧赶紧往后一躲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个跟头，维花也跟着栽在她身上。这一幕正好被进门的甄旭看到了，慧慧只好尴尬的解释，如果我说我们是在复习，你信吗？沙雪已经够尴尬了，被维花连续得罪，开始躲着慧慧了。慧慧感觉这样不行，决定去找学姐好好说说。沙雪直说是吃维花的醋了，不过她觉得主人是想看她被冷落，这不也算是一种玩法吗？既然这样，她就顺着慧慧的意了。慧慧听了学姐的想法都傻眼了，不过也挺好的，至少不用担心她会不高兴。然后直截了当的问沙雪是不是她把自己房间的胖子拿走了。没想到沙雪居然承认了，说着还真的掀裙子给慧慧看。等等，这不是慧慧自己的胖子吗？沙雪说她在慧慧房间找小黄书时，偶然看到了男生的胖子，穿上感觉有点不对劲的刺激。慧慧直接爆了句，你这是变态吧？这么一骂，学姐反倒来劲儿了。慧慧这下差不多肯定了，学姐应该不是刘胖子的人，那么就只能是维花了。外头正下着雨，维花没带伞，慧慧就顺路用伞送她回家。一打喷嚏，似乎感冒了，维花就叫她到家里坐坐，让她在自己房间等着。慧慧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就开始翻找起来，拉开抽屉，一堆胖子，却没有她的那条。难不成维花正在穿着？慧慧认真翻找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学妹回来了。学妹悄咪咪拍了照片留证据，用照片逼慧慧变成自己的小弟。慧慧就这样开始服侍维花，辛辛苦苦的伺候。沙雪看着就不高兴，一眼就看出慧慧是被逼的，不然怎么会屈服于飞机场的诱惑呢？维花生气，让慧慧马上说她是更喜欢小的。面对这事儿，慧慧没有办法撒谎，维花只好证明一下她跟慧慧多默契。说完就伸出手，慧慧就乖乖的像小狗一样配合。沙雪看到主人变成这样，实在是忍不了，直接跑了出去，要查出灰姑娘是谁。慧慧心里默念，得卧薪尝胆，周末还得换上管家装到维花家去，跟着大小姐逛街整整一天，结果就是个拿包的。维花一回来就冲去洗澡，慧慧趁机想要翻内裤，还没有动手，维花就警告开门，说翻她内裤就无期。慧慧只好乖乖站着，突然听见浴室尖叫，急忙冲进去，看见维花因为蜘蛛吓得坐倒在地上，发现慧慧瞄她，就赶紧遮身体，镜子却把她全露出来了，羞涩感让她忘了蜘蛛的恐惧。慧慧被赶出浴室，维花洗完澡出来，慧慧赶紧跪在大小姐脚下，让她随便踩头当惩罚。慧慧毫无抵抗，维花心情大好，示意她坐床边，叫她摸摸她头，温柔的抚摸让她想起小时候奶奶也爱摸她的头。可惜奶奶去世了，维花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了，从此和别人保持距离，不喜欢别人就不会受伤。没有想到慧慧学长愿意一次次跟她说话，对她也温柔，
终于让维花走出了自己的世界，所以慧慧对她很特别，说了那么多心里话，维花觉得有点害羞，正要去倒水，结果不小心绊倒在床上，慧慧紧跟着压上去了，那表情严肃的不像话，维花也紧张起来。慧慧突然伸手过来，维花下意识地喊出了声，接着慧慧从枕头下掏出胖子，怒问为啥他的胖子在他那儿。维花想要糊弄过去，没办法，只能对学长坦白，说是不小心从他房间拿的。就这样，俩人手里都握着把柄，慧慧的奴隶日子总算是翻篇了。转眼1个学期走完，暑假也来了，慧慧和小马两兄弟各种烦心事儿，身边的妹子们一个赛一个的怪，拿出去都能吓人。甄旭相对还算正常点，慧慧没想到一转弯就撞见爱了。甄旭一见面就拉她当男友，结果又是被耍。他只是想让她当个模特，画完后慧慧还贴心的请她喝饮料。甄旭跟她说，之前有编辑找他，想让她试画漫画，但甄旭没画过少女漫，想从慧慧这模特身上取灵感。一听她没有女友，就跳她身上让她做她男朋友。一个美少女紧贴着，这种事儿谁受得了啊？反正慧慧已经闭眼等着亲了，这又是甄旭开的玩笑，笑完了就提包走人了。慧慧在后头狠狠地吐槽，把人的真心还给我。看沙雪跟维花，人家都是果断行动的，甄旭在这里还装得高冷。慧慧，你再不出手，真的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别忘了还有副会长呢。这一天，慧慧楼梯口又碰到藤本，藤本一下楼就抱住她，好像特别喜欢闻她身上的味道，直接问慧慧愿不愿意跟她交往，这样她就能名正言顺的闻了。慧慧肯定是拒绝的，喜欢她的妹子多了去了，怎么会选变态呀？啥？你说这些妹子都变态？那算了。为感谢慧慧的充电之恩，藤本给了她个泳池优惠券，慧慧拿着优惠券找兄弟去了，哪知道撞见人家正忙着，四处都是散落的照片。别想歪，小马只是在帮小春捡照片，慧慧也帮忙捡起来，正好看到一张小马的模糊照片，照片上标的5点50分。慧慧突然明白灰姑娘是谁了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慧慧把那天一起打扫的人都叫来，邀请他们一块去游泳。这次慧慧异常严肃，不再让那些变态美少女们摆布，决心在游泳馆让真正的灰姑娘现出原形。谁料带着4个美少女出门，在公交车上被人骂死现充。沙雪学姐第一个亮相，说到慧慧喜欢清纯型的，特地选了一件清新风格的泳装，但那胸前的2团真是太吸睛了。紧跟着的是甄旭，来游泳还在那儿画画，然后是飞机场的维花，简单来说还挺可爱的。最后轮到了妹妹瑞叶，慧慧这才发现妹妹也有她的独特魅力。沙雪和维花像往常一样争风吃醋，为了争慧慧的注意，还开启了水枪大战。结果沙雪被维花打到水里，和慧慧亲密接触，接着俩人一起去玩水滑梯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之后慧慧又去陪甄旭了，常在河边走是要湿鞋的，甄旭一不小心差点滑倒，慧慧马上扶住了他，两人的皮肤紧紧相贴。现在轮到妹妹瑞叶了，慧慧在室内泳池找到她，正想和妹妹说点什么，瑞叶举着水枪朝她冲过来。她是个标准的胸控，看到哥哥和其他女生在一起，她就吃醋。面对撒娇的妹妹，慧慧当然没有办法拒绝，正要下水陪妹妹，瑞叶一不小心掉进水里，说是脚磕到了。慧慧二话没说就把她抱了起来，背着她去医务室。瑞叶这下想起小时候摔伤了腿，也是哥哥背她回家，一转眼他们都长这么大了。这时瑞叶忽然说，就算哥哥喜欢男生，他也不介意。听这话分明是被甄旭的漫画毒害了。那同人们让瑞叶也开眼界了。两人吵架的时候，小春端着喇叭就出现了，说他在打工，想拉人来玩个游戏，游戏叫做萌萌告白大会，看谁告白最撩人。现场的美少女们都对慧慧有意思，就决定都来掺一脚，赢的人能对慧慧使个绝对命令。他们决定的时候连慧慧的意见都没问。沙雪是第一个上的，他对慧慧告白超有激情，说只要她肯接受，什么都愿意给她，一下子就拿了92的高分。接下来是维花，她告白的也是慧慧，和沙雪截然不同，态度强硬，说要是学长敢对别的女生好，就不会放过她。这种霸气的告白竟然比沙雪多2分。然后是甄旭，慧慧没想到他告白的也是自己，他说
我的眼里只有你。灰灰一听，觉得自己以后非得给他当男童模特不可。这年代傲娇的风气还真是没变，甄旭得了个98的高分，最后连瑞叶都上了，一句我最爱哥哥了，就破纪录轻松拿了120分。就这样，瑞叶成了最后的赢家。比赛一结束，瑞叶就找灰灰去了后台。灰灰一见面就先道了个歉，下一秒不知怎么就掀起了妹妹的裙子。果然，妹妹里面穿的是那条她之前一直在翻来覆去看的胖子。没错，瑞叶就是留情书的那个人。当初小春一提醒，灰灰就琢磨着灰姑娘肯定会想好藏内裤的地方，如果是放在她自己的房间，肯定担心灰灰会找上门，所以可能就会时刻带着她。于是灰灰就约了那几个一起打扫的人去游泳，直到出发前才告诉瑞叶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带其他的胖子。游泳后肯定要换回校服，洁癖的瑞叶没带备用内衣，只能穿上身边的那条胖子。灰灰确定是瑞叶，因为他在那张照片上瞥见了瑞叶的模糊身影，时间点也跟他回家的时间吻合。现在有人有物有证据，瑞叶索性不再隐瞒，承认了自己的确喜欢哥哥，但是害怕告白了以后他们就回不到以前那样了，所以才没留名字。这次瑞叶当着灰灰的面又告白了一次，说他喜欢哥哥的一切，不管是好是坏，但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他们是亲兄妹呀。瑞叶忍不住提醒哥哥，我们同年生的，你10月我3月，咱爸妈就算再怎么样也不可能7个月就生下2胎吧。这一下子灰灰懵了，还在那数着手指头算呢。瑞叶根本不给他缓口气的机会，直接凑前一步就把哥哥的初吻给夺了，然后跟他明确说了，没错，我们并不是亲兄妹。这一天灰灰又做了那个老梦，没想到一睁眼，学姐竟然真的坐在他床边，还跟他说他不再是学姐了，是他老婆了。灰灰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都是因为那次游乐场的事偷看了不该看的，为了对学姐负责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高中毕业就直接结婚了。等灰灰缓过劲儿来，沙雪正拿着项圈的牵引绳，接下来这对变态夫妻就开始他们的不寻常夜晚散步了。下一秒，灰灰就从噩梦中醒了，还好只是个梦。正庆幸着，瑞叶突然扑上来，直接亲了他一口。他吓得赶紧开了个家庭紧急会议，命令瑞叶以后别再上他床了。感情一暴露，瑞叶就不藏了，整天在灰灰耳边唠叨，说他最喜欢哥哥了，偶尔还来个偷袭。这样下去，灰灰觉得自己早晚得控制不住。为了不变成禽兽，他决定搬出去暂住小马家。小马和小春的关系也在稳步升温，一听灰灰想搬来，就直接拒绝了，说今天有表哥要来，灰灰也不敢去小春家，不然他好兄弟能跟他没完。就在他一个人坐在亭子里发呆，竟然遇到了甄旭，看他一副可怜相，就递给他面包和牛奶。知道慧慧和妹妹吵架了，就劝他快和瑞叶和好吧。瑞叶在家里也是坐立不安，两兄妹心里那是个五味杂陈。慧慧还特意打电话给爸爸，确认了妹妹确实不是亲生的。眼看着外面雨下个不停，连天都在给他们俩使眼色。瑞叶看哥哥这么久都没回，就拿伞出去找，怎么找都没找到，又没有勇气给哥哥打电话。晚上才发现慧慧晕倒在门口，急忙把她弄到床上去煮粥。慧慧淋了整个下午的雨，得了大感冒。沙雪在超市碰到瑞叶，听说了这件事就赶紧过来，说是来照顾，其实是想找机会占占便宜。一来就钻进慧慧被窝，亲自帮她取暖，还让慧慧把脸埋在自己胸前，真是学姐一点都没变。慧慧还没来得及吐槽，就看到沙雪趴在自己胸前睡着了。正巧妹妹进来端饭，看到这一幕又开始吃醋。紧接着维花也来看望，一看到沙雪在床上呼呼大睡，她也醋劲上来了，二话不说就把沙雪给拽下床，两人一触即发，又吵开了。不过考虑到慧慧是病号，最后还是同意先停火，一起挽着慧慧的手，这左拥右抱。瑞叶看着直心疼，他们怎么就能坦坦荡荡的跟哥哥亲近，自己就得藏着掖着，因为是妹妹。等那俩变态一走，慧慧又舒舒服服的躺回床上，心想大家都这么好，如果不是变态，随便哪个做女朋友也不错。想着想着，头又晕乎乎的，竟然梦回到小时候。那是瑞叶刚到他家的时候，爸妈跟他说，今后瑞叶就是你妹妹了。
羞答答的妹妹让灰灰挺喜欢的，很自然的就告诉她自己的名字，告诉她以后我就是你哥哥了。灰灰醒来又是头昏沉沉的，跑去卫生间，谁知道瑞叶在里头换衣服。他这一次机灵点，赶紧把门给关了，他俩就隔着门聊了起来。瑞叶先是跟灰灰说了声对不起，觉得自己闯祸让哥哥感冒了，还说如果灰灰不愿意，他绝对不会再亲他了，要等哥哥喜欢他了再来亲亲。灰灰听了忍不住问瑞叶，为啥他会喜欢上他？瑞叶说他是一眼就喜欢上他的，那时候他刚失去了最亲的人，是灰灰告诉他，他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以后都会在一起的。灰灰也一直在做到他的承诺，跟妹妹关系一直都特别好。他那份温柔体贴让瑞叶对他越陷越深，这么好的哥哥谁不喜欢呢？就这么说着，他就出来抱住灰灰了，不小心浴巾滑落。灰灰也明白了自己的心，他们以前是兄妹，以后还是，即使没有血缘，这份关系也不会变。说完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把之前发生的都抛到脑后去了。几天后，灰灰感冒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暑假就要结束，灰灰也恢复了平常的生活。那堆喜欢他的妹子们，结果他一个女朋友都没交上，毕竟那都是一个比一个怪的。这天，瑞叶突然问灰灰，上次赢的那个命令权现在能用吗？他想让哥哥当一天男朋友，像别的情侣那样出去玩一次。灰灰脸一下就红了，一天的女朋友也算是女朋友，就这么定了。瑞叶换上那条有故事的胖子，带着哥哥出门了，而灰灰的春天也才刚开始。